这叫做甲烷的。今天又是一个晴天万里的好日子。这次的太想到处玩，要出发前往澎湖。这年头，想要在假日买到往澎湖的机票，也是不容易的事。说起来，距离上次去澎湖的时候，居然也是30年前的事，甚至都忘了国内线的路线要怎么走了。那也令我相当的意外。国内线还有那么多家航班，而且班次还不算少。虽然是国内线的登机处，但也布置得相当不错。光是这根金龙盘柱，把整个气势都带出来了。以往搭乘国际线都还有空桥可以走，现在国内线要从地面上走到机舱内，而且还是这种螺旋桨式的机型，真的是很久都没有体验过了。该说运气好还是不好，离螺旋桨那么近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搭飞机的座位都在机翼两侧，都会有心理作用，感觉特别吵。如果有观众跟我一样的感觉，也欢迎到底下留言分享。其实高雄到澎湖很快，约40分钟就到了，算起来甚至比高铁坐到台中还近。这次来澎湖玩，也是特别为了这个节日。曾经一度传出停办的无人机表演，幸好也重新举办了。那来澎湖玩，不仅是搭飞机，坐船也可以。尤其现在的澎湖轮评价相当的不错，但怕小朋友晕船，就没有特别安排了。这次住宿的饭店有专门安排接驳车接送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搭公车也是能到市区内的各个景点。当然，租车是相对方便很多就是了。不过老实说，澎湖很多地方，就算是市区内，很多路口都是闪灯而已，要特别的注意路况。机场离这间鹏城饭店不远，约15到20分钟就到了。接下来3天2夜的行程，也是围绕这间饭店而走。那趁行程的空档时间，来逛逛这间鹏城饭店。这饭店其实还蛮新的，约2018年成立。饭店的特色之一是与隔壁澎方购物休闲广场相连，这是澎湖第一间大型购物中心及最大的免税商店，连走出饭店外都不用，里面就可以直接逛百货了。就算是遇到坏天气，也能在百货里打发时间。饭店里有咖啡厅可以使用，户外也有大型广场。遇到特别节日，广场上还会有市集以及各项活动。像我们这次来就是遇到海风夏季的市集。那主要的休闲设施是在7楼的楼层，有儿童游戏室、户外无边际泳池、三温暖之类。比较特别的是，居然还有户外篮球场的场地。那三温暖的部分就比较简陋一点了，主要是烤箱跟蒸汽室为主，并没有热水跟冰水池这种的泡汤设施。这次来也刚好遇到蒸汽室维修中，所以这部分就不多加介绍了。那这个无边际泳池就非常值得推荐来体验，能将整个马公第3渔港美景尽收眼底，搭配澎湖的好天气，就在这里放空一整天也相当舒服。而另一边是给儿童泡脚玩水的 SPA 池，如果是不方便下水的游客，也可以在这里亲子同乐。不
不过18池的设施有点少，就这几样设施而已。相当少见的高空篮球场地，但不是标准场地规格就是了。另外，儿童游戏室这里就比较偏向静态的设施，比较适合学龄前的小朋友来玩。那饭店有小朋友的手工 DIY 活动，也都是在这里举办。健身房的部分是在5楼这里，光是这个直面渔港的景观来踩飞轮、慢跑机之类，真的是一个绝佳的健身体验就是了。那饭店介绍也要先告一段落了，等等先来享用午餐。由于下午还有坐船出游的行程，所以午餐就是直接在隔壁的澎方3号港 Pier 3解决。对于住在鹏城饭店的旅客，是真的很方便。在等待入住时，柜台寄放行李后，就可以开始逛了。这里甚至还有澎湖唯一的电影院英89影城。虽然只有5个楼层而已，但2楼还有开辟出一个 Whisky 101体验馆。里面非常详细介绍各种 whisky 的由来，还有各项制酒的器具跟木桶。旁边还有免税商店可以直接购买，蛮方便的。美食街在地下1楼，但老实说店家真的不多，毕竟饭店周遭就是美食老街了。所以在老婆跟小孩的选择之下，午餐就是在这间针线来解决了。那先来讲讲这间鹏城饭店值不值得来入住。价格是真的有点偏高，这样不含早餐1碗也要5000多。但地理位置非常方便，离市区景点都是步行能到的距离。饭店也有提供免费脚踏车的出租使用，想要到附近品尝各种澎湖当地美食也很方便。如果出游预算有空间的话，这间是可以考虑的。毕竟其他饭店也是要1碗2、3千的价格。那吃完午餐，就要延续下一个行程。这南海游客中心就在饭店的正对面，走路过来就可以了。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海上行程，有离岛行程，也有夜钓行程等等，非常的多样化。这边就请各位观众自行查询了。那我们这边因为考虑小孩会不会晕船，就是选择这个比较静态一点的海上活动，主要是海洋牧场跟珊瑚礁之旅。那你们3，我们的活动时间是选在下午4点，比较不热还能看夕阳。来到码头边上，就能看到各式各样的船只停泊，提供不同的海上行程服务。那我们登上的船只就是这艘看起来蛮简陋的船。由于去的地方不远，海上行程要20分钟，所以才半开放式的空间，让游客体验海风。但想不到这船居然还别有洞天，等等看下去就知道了。海上迎面而来的快艇穿梭于各个离岛之间，不过解说员跟我们讲，这种船虽然快，但是超晕。那船只开到珊瑚礁时，船的速度会放慢，然后船长就会请我们到船底下来看珊瑚礁。原来这船居然有这样的配备啊，真的有点意外。我知道你们看不到，没关系，我也是看不太清楚。我个人是觉得，如果要看珊瑚礁的话，可能要选阳光最强的时间点来看。这群珊瑚礁离海面不远，约1-2公尺而已。如果是光线充足的情况下，应该是更能欣赏到美景。那离开珊瑚礁后，再开10分钟左右，便来到了海洋牧场。这座约有2层楼高的海洋乐园，是与海洋牧场一起使用，也是给游客休息的场所。空间还算宽敞，也不会密不透风。这里也有餐厅跟厕所，还有提供免费的卡拉 OK 欢唱。而另一边就是海钓体验区跟海洋生物体验池了。那我们选择的方案是生蚝跟海产粥吃到饱，整体的海上时间约为2个小时。生蚝还算新鲜，但毕竟不是生食级的等级，所以一定要烤到壳开了才能吃。最怕的就是生蚝跟你装熟而已。如果吃不够，还有单点式的餐点，
其中主打就是现捞的活鱼3丝。老实说，海产粥的味道一般般，建议如果有加入这个行程，把这个当是下午点心就好。那这样的看珊瑚礁、吃生蚝跟体验海钓活动，2大1小的花费也才1100多而已。我个人是觉得可以推荐给各位观众来试试。等一下摸了就把它丢回去。那吃饱喝足后，可以到外面的海洋牧场来走走。虽然场地有点晃，但还是比船上好一点。这里有提供近距离让小朋友触摸的海洋生物。那另外一边则是有池子让游客体验海钓。虽然说是钓鱼，但这次没有鱼钩，就是单纯把鱼料绑在上面去喂鱼。所以让小朋友来体验也可以。但要大人陪同就是了，免得一失手，鱼竿就掉进池子了。那4个池子通常都会养不同的海洋生物。那这个池子是养什么？就让各位观众猜猜看吧。很大只的上来了，有没有？哦呼！这应该是花枝吧？我也是第一次来钓花枝。对大人、小朋友来讲，都是一次不错的海钓体验。像这样的海洋牧场活动业者也不止一间而已，各位观众可以自行比价看看，这边就不多介绍了。那整个海上行程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了。如果是有半天的空档时间，是可以来体验看看，还不错。能亲子同乐，价格也不算贵，只可惜云层有点厚，没办法体验到澎湖的夕阳之美。结束下午的行程之后，终于可以回饭店了，那就来开箱鹏城饭店高楼层的房景吧。这边强烈建议一定要选高楼层的房间，这边有面海港跟面市区的房型。这是为了花火节的部分，老婆特别选择靠市区的房型，以备万一在天候不佳时，在房间阳台也能欣赏烟火。那我们这次选择的房型是没有附加早餐的部分，因为这边周遭都是有名的早餐老店。难得来到澎湖，一定要来吃遍当地的美食。房间的空间感还不错，灯光很明亮，算是走一般饭店的风格。这样的环境搭配其他活动设施，加上许多免费儿童的手工 DIY 活动，以及位于市中心的地理位置，价格高也是有它的道理在就是了。接下来就是要来看看这阳台景观，是否能清楚地看到烟火。这边刚好面对观音亭的位置，左边的部分就是西营虹桥。饭店服务人员说，看烟火是很清楚，但无人机的部分会因为角度问题会有点落差，这边给观众参考一下。现在环保意识提升，饭店也不提供瓶装水了，要拿饭店准备的水瓶到外面装水。水的部分有气泡水跟一般水可以选择。浴室的部分有把干湿分离跟马桶区别开来，但这边有一个细节，我个人是觉得非常不好，可能是为了装潢美观，浴缸居然没有扶手位置，这对喜欢泡澡的人是一件蛮危险的事。起身时只能扶浴缸边缘，一个不小心就很容易摔伤吧。经过一夜好眠后，我居然在凌晨4点起床了，当然就是要带各位观众来看看澎湖鱼市场的热闹。看到这里，也请各位观众按赞跟订阅支持一下吧。这边离饭店约10分钟的步行距离，来的道路上都有人行道可以行走，还算 OK。一到鱼市场就是满地的新鲜鱼货，但这边比较属于大盘商批发，看到许多店家都在跟买家比手势。如果有了解的观众，也欢迎到底下留言分享。那其中最大宗的就是小卷的鱼货了，真的是满满一篮又一篮的送过来。来这边体验一下鱼市场的魅力也不错。那外面就有零售商的鱼货贩卖，比较小众或个人餐厅的买家都会在这边挑货。如果能早起的话，来这边挑最新鲜的鱼货也不错。不过这次是来当标准的观光客。全家只有我爬得起来而已，就算找代客料理的店家来煮，一个人也是吃不完，更别提还要带回高雄了。要不然挑只鱼几条小卷来做个鲜鱼汤跟小卷米粉，
一定是个非常享受的早餐体验。那这边就只能走马看花的到处逛逛了。那逛完鱼市场后，就准备到有名的北城市场来吃早餐。这边离饭店也是非常的近，一样不行约10分钟就到了。这边聚集很多店家跟餐饮小吃店，来的时候刚好是在内部装修加上消毒，只能说真不凑巧，刚好遇到今天市场休市。好家在今天要造访的牛杂汤还是有开，没有刚好遇到休市而没开店。这家卖的种类很单纯，就这几样而已。这边我就选了碗牛杂汤来开胃。这间阿婆牛杂汤还真的是名副其实，整家店就一个阿婆而已，感觉就是人一多就会忙不过来。幸好我是一开店就过来了，店里还没啥客人，阿婆还能一边用一边跟我讲解她的料理，也真的是蛮有趣的。这样是小碗的分量，让各位观众参考一下。这碗140元，算是还可以接受的价格。等等就来试试味道吧。牛杂的部分还蛮多，分量算可以。只是我忘了问有没有续汤的服务。汤的口味算是走清淡路线的，其他的部分就请各位观众自行来品尝了。今天的行程会比较紧凑一点，晚上要看无人机表演跟花火节烟火以外，这一整天可是要跑很多景点来玩。等等吃完牛杂汤就出发吧。首先第一站就先来到了魁壁山的摩西分海。这里位于澎湖较东边的位置，离饭店有20分钟的车程，是建议租车前往会比较适合。等等会从这里会慢慢一路玩回饭店。这边会因为潮汐的影响，从而在中间沙滩海水会慢慢退去，形成一条可以供人步行到赤屿的步道。每天的退潮时间都可以上网查询，要在特定的时间内才可以下岸行走。这边会有专人来管制通行，热水海水慢慢退去，等等就来体验这摩西分海吧。这边要等管理员把标示换成可通行标示，2侧的铁门才会开启。那现在海滩也逐渐露出通行的步道了，从分海到河海约为3个小时左右。如果赶不上看到分海的美景，那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，也可以走到赤屿来体验看看。这边就等标示换好后，就可以下岸去走走了。行走前要特别注意，由于地面湿滑，非常不建议穿有跟的鞋子来行走。地势大多为尖锐的石头步道，有带小朋友来走时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走在这里，真的能或多或少感觉到分海的趣味性。两边的海水会越退越远，海水也相当的清澈，还能看到一些寄居蟹的活动。只是路真的有点难走就是了。这约400公尺的路程，走起来真的是不容易。光是穿鞋都能感受到石头的尖锐。幸好天气还算阴凉舒适，不用顶着太阳的煎熬。这边也会有管理员一同走过来，所以基本上也没有人会去爬这座赤屿。那就拍张照，留个纪念就好。这边的活动是不用任何费用的，顶多就是停车费20元而已。但如果想要来，还是要先做个功课再来。那也建议像我们一样，再把行程接下去，一次就把这里玩得够。接下来就是来到了南寮古厝浮球秘境，这边离刚刚的魁壁山不到5分钟的车程，是一个顺路就能到的景点。但这边就是纯粹体验古色古香的澎湖风貌了。来看看这里的老房子都是怎么盖起来的吧。一娶老婆，先担3年老姑时，说的正是早期澎湖人在成家前，要先从海边挑3年老姑石才足够盖新房的故事。从海底取出珊瑚礁，从崖壁凿下玄武石，这种就地取材的方式，蕴含了先人常年的生活智慧，也是早期澎湖房子独有的样式。一颗颗的浮球是由当地居民彩绘而成的艺术品，其
藉由这样的方式打造出一种渔村的新面貌，也是当地的完美景点之一。有经过的观众也不妨停下脚步来这里逛逛。那从南寮古厝回饭店的路上，就能经过这个爱门沙滩的玩水景点了。爱门沙滩由珊瑚鱼贝壳碎屑、孔虫遗骸等组成，所以沙滩整体是呈现金黄色的风貌，有别于台湾西部的黑细沙，显得非常的漂亮。之后经过当地的居民努力之下，做起了社区沙滩重整计划，加装燃烧网等设施，获得了当地政府的重视，进而拨出经费，打造出一个海水浴场的场所，来给游客玩水。这里有提供完善的清洗场所跟化妆室给游客使用，这边不用门票，也不用清洗费用，相当的便民。不过虽然好像有咖啡厅之类的场所，但目前是无法进入使用。另一边还是有部分的商家提供水上活动跟餐饮，算是一处还可以玩的海水浴场。也看到很多当地人来这里泡泡水，消暑一下。这边就比较适合像我们规划的行程，一次把邻近的3个景点都玩一下。要不然虽然澎湖不大，但东奔西跑的骑车也是蛮累人的。想不到老婆居然还要带风筝来玩，在海风的加持之下，就算是小朋友也能玩得很愉快。那早上的行程就差不多要告一段落，由于还要玩一整天，就没让小朋友换装玩水了。踩水、堆沙堡、放个风筝就很开心了。等等回饭店冲洗一下，就要紧接下一个行程来玩了。回饭店短暂休息后，马上就前往下一个景点来吃午餐。这次来到了马公市的市区景点中央老街，这里是澎湖最早形成的商业聚落，甚至是从明清时代就有的历史文物。那在进去逛之前，就先找间店来吃午餐吧。这间虽然没有冷气，但有打卡送免费畅饮的饮料，那就点个在地美食来尝尝吧。点了份鲜寒面线跟小管面线来尝尝。不过这到底是要叫小卷面线，还是小管面线？是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？下午的行程主要会是在中央老街跟笃行石村。这2个地方相距不到10分钟的车程，所以在行程的安排上最好也是排在一起。那这碗面线看来只能单纯垫个肚子而已。等等逛老街的时候，就看到什么吃什么吧。这中央老街主要的景点就是四眼井跟天后宫，那就按照路牌的指示一路逛过去吧。从这里的巷弄就开始走复古路线，还有怀旧感。走进中央老街的巷弄后，真的到处都是美食店家。那先来这间利昂手作伴手礼店，吹个冷气消个暑吧。店里的特产虽然是仙人掌千层蛋糕，但小朋友对这乌龟造型的泡芙情有独钟，那就点个1颗来尝尝吧。难得看到实体与照片有87%像的点心。吃过点心后，自然也要来碗冰来消消暑。那就是这间超人气冰品蓝妈妈仙草冰，运气还不错，刚进店门就有位置可以坐，要不然一般是都还要在门口等座位。店内的位置不算多，如果是假日来吃，可能要排很久。墙上还挂有这里的美食地图，让外地游客来参考。我本来以为仙草冰是单纯搓冰加仙草而已，想不到是用仙草做的冰砖去搓出来，吃起来味道格外的清爽。这样一碗65元，还能有加6种料跟炼乳，相当值得推荐各位观众来这里品尝冰品。那在吃完冰品后，步行1小段距离就来到了四眼井，距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，是早年澎湖人的民生用水来源之一，相当的重要。如果要吃的话，就吃鸟蛋。这里也有2家古早味的药膳蛋店家，那我们是选择了前一堂中药行这间来尝尝，还有分鸟蛋或一般蛋的品项。
其实价格还蛮便宜的，味道也很浓厚。来的时候可以买个1包来尝尝。接下来中央老街的最后一站就是这座天后宫，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庙宇之一，在文献可考的最早年代是1604年。这里的一砖一瓦，大门跟2柱都能看到岁月的痕迹，但碍于里面不能拍摄录影，所以就只能先拍摄外观，再到里面祈求平安。在参拜完天后宫，接下来就是前往笃行石村，是台湾现在最古老的眷村。外面的无妄再举石碑是这里最显眼的地标。由于近年来地方政府的大力改造，让这里摇身一变为笃行石村文化园区。这里也很巧妙地把眷村文化与文创做出结合，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潘安邦旧居以及张雨生纪念馆。说到潘安邦，自然就免不了外婆的《澎湖湾》这首歌。这首在1979年就已经被创作出来，真的可以说是从我小的时候到现在都能听到的民谣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首甚至还要做成国小音乐教材，可以说是当时最知名的民谣之一也不为过。后面的庭院还有铜像刻画出当时的情景，我想这就是作为子女孙儿对长辈的思念之情吧。来到张雨生故事馆，真的就是满满的惆怅感了。如果当年张雨生没有发生车祸意外，我们这个年代的人，是不是还能听到更多美妙动人的旋律呢？我想30-40岁以上的观众一定都有听过他的歌。那时候的未来不是梦，激起许多人的斗志，让未来真的不再是梦想而已。但很可惜，张雨生的未来却只停留在1997年，真的是令人不胜唏嘘啊！整个笃行石村并不大，市集要等假日才会多一点。那就先回饭店等着晚上的烟火了。花火节的烟火时间为晚上9点，基本上都是每周一跟周四为主，也有其他释放的时间，但要详细看一下官网的资讯。我想这就是很明显希望游客能在平常日来逛澎湖，稍微平衡一下当地的观光资源吧。这里离饭店步行约20分钟。观音亭的市集只有释放烟火的时候才有，一般时间可是没有摊贩进驻的。我们看的场次是6月2号这场，号称是摩洛哥国际烟火秀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开场前会有歌手跟当地国小的合唱团来表演，虽然9点才开始，但很多人都提早来占位。其实，在观众席这里就能看到无人机全貌了。这边要先跟各位观众告知一下，由于无人机跟烟火的背景音乐都是有版权的，所以会用其他歌曲来暂代，请各位观众见谅。整个表演约为20分钟，这边取精华7分钟，那就请各位来欣赏这精彩的无人机烟火秀吧。
表演完了，那就赶快先离开现场再说。整体的表演非常的精彩，也好加在晚上是一个好天气，也不会闷热，完美呈现出花火节烟火的灿烂与无人机的表演。花火节与无人机的表演会一直到7月29号才结束。还没有欣赏过的观众，可以考虑这段时间前往澎湖，按照本期的行程来规划3天2夜的假期，一定能给你不一样的澎湖之旅。第3天的早晨就从文康商圈开始吧，这里就是澎湖最有名的早餐一条街，离饭店骑脚踏车也有5分钟而已。这条短短的一条街，竟然可以挤进10几间早餐店，更是许多美食节目来采访过的好滋味。从门口的港口土托鱼羹小吃部，再到各式各样的中式早餐，这里几乎应有尽有。而当中的排队名店就是北新桥牛杂汤、益丰豆浆店跟中记烧饼，所以常常会看到这里都在大排长龙，真的是会让来这里的游客产生出选择性困难。尤其牛杂汤跟烧饼2家，根本就是在对面而已，真的是很难选择。另一间的豆浆店也约在10公尺的距离而已，真的也是在门口就挤得水泄不通。不过这3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，就是没啥内用的座位，大部分都是只能外带而已。对外地游客来讲，真的是有点不方便。那最后让我下定决心的店就是这家中记烧饼，原因就是看到这块告示牌，是真的卖光就没了。如果买其他家早餐吃不够，想要回头买烧饼也来不及了，所以就是它了。店内的菜单也挺好玩的，上面写招牌限量，但是招牌归招牌，限量归限量是不同的。那这边就一次点个2份来尝尝。由于这间也没有内用座位，所以一样只能外带。那这间中记烧饼在澎湖共有3间店，甚至在北城市场那边也有1间分店，真的是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。这次点了干贝葱蛋加油条与猪肉葱蛋加油条，看到这个有厚度的葱蛋，想必这个口感一定非常的扎实。也算运气好，轮到我的时候刚好是烧饼出炉的时间，真的就是货真价实的好滋味。热腾腾的早餐出炉了，赶快回饭店来享用吧。这边我选择先吃猪肉口味，至于干贝口味的，就留给老婆跟小朋友吃。只能说还好是我选到猪肉口味，这限量的口味是有点微辣的，虽然不会辣到吃不下去，但对小朋友来讲可能会受不了。那辣归辣，滋味是真的也挺不错的。但因为拿到饭店后才吃，烧饼跟油条都过了美味期，味道就稍微差了一点。那第3天的天气就有点飘雨了，所以就挑一些室内行程给各位观众参考。那第一首选就是这个澎湖生活博物馆，离饭店也不远，骑脚踏车约10分钟而已。除了常态性的展览以外，这次的展期还有带来故宫的珍宝。活动一直到8月17号，有兴趣的观众也可以参考看看。门票也不贵，一般成人价也才80元而已。如果万一行程有遇到下雨，来这里打发时间也是不错。那眼看天气越来越暗，那就先回饭店好了。途中会经过这家正港柠檬汁，也是网络上相当推荐的饮料之一。刘正港柠檬汁是一家在地经营40几年的老店，由老东家刘贤先生于民国67年所创立。古法熬煮糖水，柠檬每日新鲜压榨，一名保证不加冰块。以这3大信念来制作柠檬汁，每一杯都是实实在在的好滋味。像我这种不敢喝仙人掌茶跟风炉茶的人，那首选就一定是这家正港柠檬汁了。那老样子，这里没有内用的座位，所以也只能带回饭店慢慢享用了。
味道还算不错，这酸度连小朋友都能接受，也不会喝起来像浓缩果汁的甜，算是可以推荐的饮料。果不其然，下起了大雨，幸好本日的活动安排都是室内的为主，那就先去体验小朋友的 DIY 活动吧，然后等下午6点的飞机回高雄。这饭店的 DIY 活动都是要事先预约，所以有小朋友的游客也可以视情况来提早预约。不过有分免费跟付费制的区别，要先了解一下。像我们这次来，几乎都没有其他小朋友一起玩 DIY。那饭店退房后，也是可以继续使用馆内设施，像是泳池、健身房之类都可以使用。饭店也挺应景的，手工 DIY 制作烟花，刚好能跟这次花火节的活动相辅相成。不仅是看烟火，还能把烟火带回家纪念。那欢乐的时间总是过得比较快，这3天2夜的假期一下子就过了。这次来澎湖玩后，下次来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了。这边还是非常感谢老婆大人的安排，能带我们全家一同来澎湖，留下美好的回忆。这3天2夜的行程，真的只能说是完美。那来到澎湖机场最后的一件事，就是要来吃这个机场限定美食。说实在的，称不上是美味，但这文字烧的图案还不错。上面印着大大的“澎湖”2个字，用来摆拍打卡当纪念是非常的适合。看到这一整排的货柜，就知道已经回高雄了。那本集的影片也要告一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支持按赞、订阅跟分享。期待下个影片与您再相见。